接下来我要请彭碧来看一个，就是最近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哦，他这个其实这个梗图做的有点错误，因为游盈隆在2019年他就已经退出民进党了，他是在大概前天他说他退出民进党2周年了，他说现在看起来大家可以知道他不是所谓的一时冲动或是一时的情绪，然后他再重申他退出民进党的6大原因啊。民主进步党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价值，没有是非，没有公义，只剩下了名称、贪婪、独裁跟对权力的追逐，还真的不如归去。他说他2年之后再来看他这6大项的主张，他发现他讲的一点都没错，对，那个时候，我想游盈隆在台湾的这个绿营阵营或者是民主的这个路上，应该算是他绝对比蔡英文要早啦，很多人都比蔡英文早，因为蔡英文加入民进党是2004年，我印象中是因为为了要交换他为了要当不分区立委，他才入党民进党嘛。OK，对，他的第一个公职，我印象中是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从政大借调出去，那时候是李登辉在当总统，所以基本上他是从国民党吃完以后吃到民进党，两边通吃的一个人。好，所以李永龙教授讲的这些东西真的都是事实啊，所以我现在要请这个817跟1450你醒醒吧，你们真的醒醒吧。如果你们还是那个什么绿营的支持者、台湾价值的支持者，你要扪心自问，你让蔡英文这样子的人来当这个民进党的主席，当国家的总统，不把他轰下台，你是在为绿营执政保留香火命脉，还是彻底摧毁了绿营，从此以后在台湾政坛再有任何机会翻身，到底是哪一个？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啊。民进党不是完全没有人才啊，绿营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呐，一定要落到这步田地，让这一个人除了来挂迪奥位之外，把过去所有民主走过路的所有人的血汗完全给踩熄了吗？真的是如此吗？好，这个我顺便再引用游盈隆台湾民意基金会在前天做的一个民调，这个民调的截止日是做到6月19号，但是就是在美国的莫德纳疫苗来之前，我们看到蔡总统的满意度是绿色，然后不满意、不赞同的他的施政的是红色。你看哦，这个他从2020年1月那时候817当选之后，一路往上走，中间大概起起伏伏，经过莱猪事件等等，其实是到了最近的，包括了4月份、5月开始，应该是从5月份的疫情开始明显的往下掉，到了6月19号之前，已经是死亡交叉，这个不满意大于满意度。那当然你就看到他也真的是找了不管美国爸爸、日本哥哥找谁，然后大概一直每天就是1个礼拜就是有这个疫苗的好消息来一点，人家送了来送一点，看能不能止住他所谓的越来越沉沦、越来越低的支持度。不过刚刚彭老师有讲到说，疫情是第2根稻草，但是最大的稻草是论文门事件，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大家想一想哦，不管是疫情也好，这个什么用人也好，司法也好，讲到最后都会不了了之。对，事过境迁，你想要告他，你还真的找不出一个。你说你过失杀人吗？你蓄意杀人吗？你渎职吗？好像说不上很精确的就是他这个只能说就我无能嘛，怎证据。么样？对，对，没错，无能啦，要不然就是我就是执政差嘛，所以我做2任我就不做了嘛，这他没办法。但是唯一一个他无法逃，就会是一个梦魇一样的追着他的，完全没有办法下台的，就是论文门。这件事情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到这个监牢里面去好好反省自己的，就是论文门。所以我说，大家其实好好想这个问题。对，2019年到现在，其实彭皮每一天都在追论文门。我必须要自首一下，因为我是后来这个比较才陆陆续续在补课，然后我常常听到彭皮在讲论文人的时候，讲到一个人叫做石胡龙，然后我每次
听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愣了一下，这个是真有其人还是假的呢？然后后来我终于有一天，我就去查石窟窿是谁。当我打石窟窿出来，后面就出来是谁。然后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谁，因为可能很多人看过了，但是我应该这2天看到的时候惊为天人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原来他是一个哇，等一下请彭碧介绍一下，我们来先看这一段。Unified would. Thank you. Yeah, because I decided to speak this in English by the organizers. So sorry. So maybe next time I can try to speak this in Taiwanese. This presentation. Okay,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long do you think Chinese the young generation will carry Taiwan the flag instead of ROC the flag? I mean, this is we should try our effort to make our own Taiwan the flag. The which flag is stand for Taiwan? Which one? But because for this young student, they are very handy to show Taiwan as a country. So currently is the national flag is ROC flag. So now they only took ROC, but we needed to create the Taiwan the flag. But we needed to create one. This question is dependent upon us. Okay, thank you. 好，这个我刚才一直听到他反复说台湾青蛙是不是？就是他穿的一身绿，他在笑我们台湾人是青蛙嘛？我觉得彭碧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他的背景给观众朋友？就是如果跟我一样之前不知道石窟窿是谁的，我会觉得他是干嘛的啊？然后他什么学历？那他为什么跟论文们有关系？他据说是这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那他的论文题目跟专长是研究台湾的姑娘庙。姑娘庙呢，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一些还没有结婚就往生的这个女孩子，那么他们把它拿来这个就是祭拜，就变成姑娘庙。那为什么要祭拜呢？就是说免得她呢跑到阳间去，这个人间去缠像徐府这么帅的这个年轻男子，对啊，所以就要祭拜他们。所以其实石窟窿呢也是做了一些好事。那他的论文题目就是研究台湾的女鬼。所以我说，这题目有趣哈。是。这题目你说我要怎样让它不过呢？那研究方法是怎样呢？难道要去观落阴吗？去采访女鬼吗？那如果我今天是指导教授，是。那我如果觉得石窟窿这一段写的不对，他说这个女鬼是怎么样的一个习俗，或者这个女鬼曾经托梦给他如何，那请问我要怎么样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呢？所以我是蛮好奇的，我觉得这个论文真的了不起。后来我发现他不是只有他的博士论文在写台湾的女鬼，而且他呢写了好几篇文章，通通都在写台湾的女鬼。那他是谁呢？为什么跟论文们有关呢？他曾经接受了一笔48万英镑，在2006年，他拿到了一笔48万的英镑。给个人蛮多的。对，这个钱呢是到了这个英国伦敦大学的台湾研究计划。那个时候这个台湾 Research Program 呢就一个人，就石窟窿，而且这笔钱呢是指名给石窟窿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施方龙了，不是叫石窟窿了。我讲的呼隆呼隆这种，对。好，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英国有个网站叫做 whatdotheyknow.com 那这个网站呢是一个公益网站，就是让你随便问有关于跟公共事务相关的，只要是政府相关的事情呢，你有问必答。比方说我们去问伦敦大学的事情，那这个网站呢就会把这个问题呢 forward 给伦敦大学，要他们回答。
那这个网站的背后，它有一些公益性质，所以伦敦大学也要回答。好，在 whatdothayknow.com 上面呢，大概3-4年前，曾经有一个人要一份资料，就是要英国伦敦大学从2006年开始到2018年吧，这10几年当中，所有英国伦敦大学接受外界的捐款的详细情形。结果这个网站就真的把所有这个回答的人就把所有2004年开始吧，我记不得细节，一路所有的捐赠给英国伦敦大学的捐款的单位、捐款的金额，然后受捐款的单位还有日期，全部把列表列出来。结果在将近600笔的资料当中，唯一的一笔捐赠者不详，叫做 anonymous donor，这笔钱48万英镑，直接指明给施方龙。这上面白纸黑字，我们在节目当中大概讲过不下超过10次，而且我们把证据全部秀出来，还有我们在我们的电子报侠新闻上面也都把这些相关的东西都弄出来。那个时候陈学圣委员还特别去问教育部，因为我们也查出来，教育部在2006、07年，这一年是什么年呢？这一年刚好是蔡英文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好，这48万美金，如果是今天是一个慈善人士、一个企业家捐赠，他怎么可能匿名呢？他巴不得弄一个大楼叫做什么徐府研究大楼，是吗？对不对？我至少文政学院，是没错。对呀，留给子子孙孙知道说这个爷爷有出钱。对呀，而且新学又不是坏事，对不对？所以呢，怎么会有一个人啊捐了48万？而且我们去查48万，在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汇率相当于100万美金，相当于3000万台币。好，怎么会有一个人啊捐了100万美金或3000万台币，为善不欲人知？然后匿名，而且整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研究计划没有指明个人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啊。好，后来陈学圣委员呢就去追。他要教育部，后来我们也去追，我们调出当年的预算决算，发现教育部曾经资助包括英国伦敦大学在内的6所英国的学校吧，一笔相当大的金额，但是他并没有说明2-3千万的钱，但他并没有说明每一个学校个别拿到了多少钱。好，之后陈委员就去问，教育部含含混混的承认了，说他们有捐。但是没有捐那么多，依稀说的是几百万，那剩下的钱是什么呢？为什么匿名呢？那教育部捐的这笔钱为什么没有在决算当中看到明细呢？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待查的谜团。好，从2005、06开始，这个施方龙女士，这个神秘的女鬼专家，就在英国伦敦大学替蔡英文开始布局啊！从这个之后的许许多多的痕迹，我们都看到就是他做的，包括了那个2019年10月8号所谓的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官网证实了 Dr. 蔡英文的那一个网站上的新闻，也是他干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把为什么是他干的讲得很清楚，因为那篇文章根本不是英国伦敦大学官方所发表的，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官方对蔡英文的称呼只发生在2016年的1月11号，蔡英文当选的当天，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曾经说 Congratulations to 蔡英文 LSE graduate， 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博士。如果蔡英文真的是博士，那这件事情是太失礼了，而且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自己学校的博士毕业生怎么可能不叫他博士呢？那个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唯一在官方上面去称呼他的。为什么我可以判断是唯一的呢？各位可以去看看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官网上面，只要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本身发布的东西，它上面一定会有一个他的学校 logo。那在官网上面的其他角落的那一篇所谓的2019年10月8号说
Congratulations to Dr. 蔡英文的那一篇，放在一个叫做 In the Press 的角落。那个 In the Press 一共只有4篇文章。In the Press 的意思就是说，从外界的新闻连结引进来的一则新闻。那个4篇文章，另外的3篇讲到的是什么老人长照的问题啦，而且上一次发文是在2年前，就是在2017年的事情。所以石窟窿呢很巧妙的，因为你知道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官网就跟台大的官网一样，你是研究计划室，你或者是你其他的系所都有自己登录官网的权限，所以石窟窿很巧妙的用他的台湾 Research Program 的权限去 PO 了这么一篇文章，然后去做大内宣。结果好死不死，我们发现说，他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英国的单位，叫做 IALS， 叫 Institute for Advanced Legal Studies。结果呢，他把人家的这个名字的全衔给写错了。错的那个方式跟石窟窿在他的脸书上曾经连续错了好几次的错法拼法是一模一样的错。哇，天啊，这真的是蛛丝马迹耶！对，我们是抽丝剥茧去查，结果发现这一切的局就他在弄的。可是你知道，他的专长可能只有在了解女鬼，对于其他的事情他真的很粗心，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连把人家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英国伦敦大学最重要的一个法学图书馆的名字都拼错。那既然拼错也就算了，在脸书上错1次错2次。结果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所谓的官网上的恭贺词竟然也拼错，那怎么可能？所以他不断做这种很粗心的事情，因为没有入我们在论文的这个追案子上面不会那么顺利啊，也不会那么多的突破，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石窟窿当成是我们这宇宙政经学的吉祥物，每次看到它我们就对，不是这个卧底队友之一，是不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队友。对，那个刚刚其实彭碧有讲说，这个论文门其实包括你的节目，包括在我们的节目上都讲了说，可能在年底之前，这个非常就可能真相大白，然后蔡总统可能就这样子下来了。包括在你的节目上也讲说，很多的蛛丝马迹，很多的证据，包括了现在 ICO 他这个说蔡总统有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还有提出6大理由，现在被那 Richardson 的这个作者。他把它列出来了，那到底里面有哪些问题？可以再帮观众来讲一下。好，这6大的理由，第一个，他说这个档已经上线了，已经可以查到，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啊，这个电子档是2019年6月份以后啊，我们才看到的。那有关于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书目的连接是2015年，他偷渡到英国的这个Ethos 的这个系统当中，就是英国的大英图书馆的图书系统当中。可是他偷渡了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没有偷渡连接，也就是说你是点不进去的。这个东西我们在2年前就已经曾经给大家看过这个内容。而且他还曾经把这本书的作者有2个，一个是 Michael Elliott， 一个是蔡英文。你有听过论文是合著的吗？在2年前我们已经笑他笑了一阵子，笑完以后他就把它修正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偷渡了一个论文的题目到这个图书馆，但是没有内容。为什么没有内容呢？因为他不敢拿出来，他自己知道它里面是拼凑的。到了2019年的6月份，他被我们逼到没办法的时候，又碰到了选举，所以他就把他这一本现在你在国图看到的，我管它叫 This is a book， 他把这个东西送到了英国的妇女图书馆实体的部分去做馆藏。那现在英国妇女图书馆也受不了，也把这本馆藏的书呢丢回给蔡同学，他不要了，因为来问的人太多了，像魔咒一样，很多人要来问看这本书，想要来批判。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错的将近600个字，我现在每天每日一词讲到现在已经讲了1年多了，都还没讲完。他真的错字连篇，而且错的
非常离谱，立可白写的也就算了，铅笔写的，还有那个画线画歪的，还有那个乱七八糟的，还有页码不连贯的，那绝对不是一本论文。所以现在英国伦敦大学呢，他们也撇清关系，他们说他们承认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蔡英文的 personal copy， 但是在 ICO 交给英国的这个行政法院的文件当中，他们承认，他说这个 this is not the assessed version， 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经过评估、经过口试证实的那一本论文。换句话说，那就不是论文。那你不是论文，你在2019年你把它偷渡到这个网站上面去，那当然也就不是论文。但是英国伦敦大学竟然把这个来当做说，哦，你看嘛，你们不要再问了嘛，有嘛，他的论文就在网站上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英国伦敦大学的6大证据中的第二项，就是说，在1983到2012的一本英国学士后研究的法学论文题目当中，有看到蔡英文的题目，而且中间有提到他有 PhD。事实上呢，在1982年到2012年的这一本书当中，出现蔡英文的博士论文题目有3个，就说对，有3个题目，那可见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公信力。它唯一可以做解释的是说，那个只是在当时所有英国的法学研究生，他们 self-report， 就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在当时研究的题目汇集成册，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说，想要让学法律的这些人，大家彼此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哪些大学有哪些学生在做哪一类的研究，如此罢了，它丝毫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第3个，英国伦敦大学说蔡英文有博士学位的，竟然是2019年10月8号的伦敦政经学院的网络上的所谓恭贺 ，Congratulations to Dr. 蔡英文。我说过那被踢爆了，连错字错的都跟石窟窿在他的脸书上拼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第4个，他们讲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是的，我们保有了蔡英文的相关博士的记录，可是稍早我们有在海外的这个徐永泰博士，他曾经写信去问过，清楚的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律系说，我们没有蔡英文的任何记录。”所以他这些前后矛盾的东西，其实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英国伦敦大学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好处或者受了什么压力，想要替蔡英文缓颊，可是他缓颊的方法却恰恰暴露了这个骗局的核心。我刚刚讲了4个之外，第5个就更可笑了第5个呢，他提到说要证明蔡英文有博士学位，他竟然使用了我的版权。他说在台湾呢，质疑蔡英文的这些人已经受到了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的起诉，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在质疑他的人已经被起诉了，所以证明蔡英文有博士学位。这不是很好笑吗？好迂回、好曲折的这个旁证要用到这样子的证据。对，所以基本上已经到了，我觉得他们已经到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地步。所以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在查案子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加起来大概有一个棒球队吧。就是说查案，现在海外在查案子，通过各种管道在查案子的人，可以加起来有一个棒球队，斩钉截铁的说，今年一定会把它拉下来，而且目前收集到证据跟布局已经成熟。有一派的人说，要不要早一点再开一次全球记者会，因为有些东西摊出来就一翻两瞪眼，没有任何的转圜空间。那另外有一派的人说，先不急先按兵不动，等到里应外合的时候一次摊牌。那目前这个2派的说法，哪一个可能会比较接近？就是可能会等到按兵不动再摊牌嘛？因为顺便我要讲一下，刚才网友对年底之前这个可能论文爆炸性的发展，然后可能
刚才彭比讲的，导致蔡总统下台。也有观众朋友认为说，啊，你摊开记录很难看，他也不愿意下台啊，他可能就你认为他比较悲观，认为说他就是不下台。我觉得他说彭比太乐观了，你觉得你怎么回应这样的看法？刚才网友说的。我觉得台湾只要还有法律在了，因为我其实疫苗这件事情啊，牺牲了台湾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呢，它也间接促成了台湾人民跟司法高层，其实司法界现在反弹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哦，不是只有上次你看到那位检察官说，10连制竟然拿去做这个抓通缉犯，其实反弹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不管蓝绿，你都会感受到一种生命受到威胁的一种很无助的感觉，而这感觉的背后，其实这个政府要负全部的责任，我这么认为。那而且这个政府应对这件事情的做法，都再看到了，就像亚洲周刊说的，是一个新威权体制的复辟，所以越来越多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那在司法界，我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蔡英文当扣谁，你不要以为这些人现在都还是你掌握，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我们手上的证据真的就是一翻两瞪眼，没有什么好再抵赖的，也没有什么好再解释的。那到时候你看嘛，大家双手一摊，而且我们这个海外政经学院的这些同学们，要摊牌的场域不会在台湾。当把这个案子掀开的时候，那我看要怎么样能够在尸位素餐，要怎么样再撑下去，我觉得大家拭目以待吧。既然海外这么有把握，我觉得我比较投海外的一票，因为我觉得他们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我知道的部分就已经更惊悚了。有些东西我叫他不要跟我讲了，我说因为你讲了我怕有的时候这个说着说着不小心哪一天被徐府套一套，我就讲出来，这样不太好所以我说叫他们就是自己准备记者会然后我能够去的话我就去，我不能去的话我就报道。那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说要现在赶快摊牌呢，还是过一阵子？我觉得现在是疫情当道了虽然在海外解封了，不过台湾现在还是 suffer， 就是还在这个疫情的煎熬之中啦。我想我们先缓一缓，但是不会缓太久。是，好，这个彭逼今天也是跟我们聊了1个多小时，而且一样带给我们这个很多的，不管是知识或是评论，还有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最关注的就是到底论文们的进展跟蔡总统是不是真的因此会下台。刚刚彭逼也做出了更新的一个进度的说明。那今天论文们开箱也谢谢彭逼的参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徐府。好，拜拜。